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大根老师还有凯老师，嗨，大家好，来自 ISCA 国际紫微学会，他们是一个通过台湾劳动部人力培训的体系的紫微斗数教育机构。核心理念呢，就是把紫微从个人算命提升为可被学习、被训练、被传承的人生决策工具。我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命理师、法师等等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不会有一个机构，不会有一个老师说，我会八字，我会奇门，我会什么法术？对，一般对不对？是不被验证，对，他没办法验证，你不知道他跟谁学的，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我们就是个学校，然后我们这个学校呢是台湾的政府呢，他说你的课程可以放在我们官方的网站里面，然后我们政府认为说，你的课程呢可以让我们的人来学，所以比方说来我这边上课，你真的学得会，你真的可以算命，你也可以真的做很多事情，透过考试嘛，然后他有各种的法规去检验你说，你来这边上课是真的学得会的。这些传说中好像，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个老师，每个人都会说他很厉害，那谁可以证明这件事情？那我们透过一个很有系统的教育，然后让你知道说，任何人受到一定的教育，就好像我们去学英文，我们学烹饪，讲的好坏，做的好坏，那是另外一个层次。可是你一定学得会，你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古人留下来，传说好像很玄奇的东西可能有的老师会说是他神明所教的东西，可是他可以真的像知识一样，任何的知识一样，透过教育系统，你就会学得会。在全世界有大概2万个学生。然后你这一次来马来西亚是为了就是做1月17跟18号的那一个年会，你们叫年会，我们叫年会，启运2026。对，那主要2026，对。那我来其实有2个事情，第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聊到，因为可能你的粉丝也会很有兴趣的，就大家都在谈说这个赤马红羊啊、离火九运啊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其实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很多学生了，那可是我们一直都在台湾，然后透过视讯这样来上课。那我们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决定要在全世界各地设分会。你是去伦敦吗？我可以帮你做翻译。可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其实伦敦有学生哦。真的？对，我们伦敦有学生哦，我们全世界有学生，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学得会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来当我的学生，然后你在伦敦跟台湾有时差，所以上课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台湾上课的时间，我们开直播上课，那你在半夜嘛，那你这样可能会听不懂啊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派一个伦敦的学生陪你一起上课，翻译或者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问他，这样就没有时差的问题。我们可以全世界派学生。你们的这个整个系统都很成熟是啊。所以这一次你们来马来西亚是在那个 KLCC 的 Armani Hawthorne 的 Sales Gallery。对。你们可以在我的屏幕以下的那个链接那边拿到 promo code， 记得这个是千年难载的一个机会。对。因为就算今天我本身见到大根老师，还有凯老师，我开始拍摄之前都非常紧张。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平常随性的人，可是我今天很紧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见到大师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一个topic 呢，是关乎到大家，甚至关乎到这个东南亚还有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去向，对吧？对，过去我们在台湾都只能让学生视讯上课。有一些学生他就是需要碰到人，然后他很现实的，他需要在当地他可以有一些跟人之间的交流。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在打算其实我们要设北美分会，而且在翻译英文版的书了，所以正在开始进行中。翻译英文版？对，在开翻译英文版的书了。那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谈命理，我们谈医学好了。医学在古代是不是也会有庸医、秘医？庸医是什么？就是不好的医生，或者是秘医，或者是他技术不是很好，但他假装自己很好，他假装自己很好的，然后来骗你钱的，是不是很多？那现在为什么比较少？因为医学对，然后就是你要当个医生，你需要有什么？对，法律上没错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在做这个事情。如果当知识越来越开放，那是不是神棍就会越来越少，骗人就会越来越少？你懂这个知识嘛？你就会怀疑他跟你讲的是不是对的嘛？对，我觉得这个的确很重要。对，我们其实就在努力这个事情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把我的书翻成英文的，翻成日文的，
正在做这个事情。那我们就在今年我们就设立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分会，那个安燕老师就是我们在这边的分会长，他就可以协调，对协调，然后开课啦，可以带着学生这样子，带着学生，对，就在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是有心的要去做这个拓展，是每个学员有兴趣就可以上吗？还是可以？哦，对，可以。因为很多人会讲有天分，对不对？有天分啊，对，因为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以前你会听说那些老师傅还要。就你給錢，他未必要教你。廣東話叫擇人睇你嘅時辰八字，就是選擇你的時辰八字啊，有沒有這個緣分？沒錯，我常跟人家講，學任何東西都要有天分。對啊，所以天分這個事情又不是學命理才要。對，你學烹飪也要啊。的確，是不是？的確。但是是不是只有天分的人才能學烹飪？那其他人都不要做菜了。以後女生嫁給老公就說啊，對不起，我沒有天分。当然，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天分是比较突出的，就是他可能很小就已经显示他煮菜能力很强，是，所以他们学的时候会更加容易。但是每个老婆跟妈妈都会做菜啊，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，有天分这个事情，那坦白讲，其实就是老师拿来赚钱的话术。事实上是大家都会嘛，那大家都会，差别只是说我会到哪一个等级而已。是的，而不是用这件事情来，我讲的不好听的，就是来骗你说你不懂，你没有天分，你不要来学，来找我就好了。再不然就是把自己抬高，说我就是能跟什么讲到这里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就是未来的趋势。因为我3年前来回伦敦跟马来西亚，只是去年就是2025年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妈的病重，然后我就回来马来西亚了。我发觉就是从我3、4年前开始拍摄 YouTube 的时候，原本很多说是麻瓜的这些所谓网红圈里面的大人物，现在都通灵了，然后就包括马来西亚、台湾就有很多那种我能跟高龄接触，就好像你接触不了高龄的话，那你就是麻瓜普通人一个。其实我觉得好奇怪。那高龄为什么要接触你？这个就是因为我是从国外回来，然后我在想，为什么高龄只接触在东南亚或者是亚洲市场这一边的人，然后为什么外国像YouTuber No.1 那个 MrBeast，那个美国人他的 subscriber 只有几十个 million， 就几千万粉丝的那种，为什么不去接触这种外国人，就由他去推广，不是更好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很奇怪吗？疑惑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天选之人，对，为什么天选之人都在亚洲？就是来 why？ 其实这个有解说的嘛？是不是？我感觉上我们那个社会好像越来越混乱，其实不要讲玄学，就好像乱刀砍人。最近台湾发生的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世界会变成这个趋向？而且特别在亚洲会有这种所谓的能力者，突然间这么多一起觉醒爆发。其实国外也有，但国外他们有进化，他们说那个是外星人，所以都是在讲同样的东西。他们是讲蜥蜴人，然后这里是讲对啊，他们讲外星人，那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啊，非常赞成。台湾现在也开始接受外星人了，14维度的人，听起来好像比较高级一点。我们刚刚讲医学这件事情啊，其实在中国古代啊，3一命相卜，医学跟命理学是同一类的人。后来医学因为西方国家的关系，我们去面对了，你必须要用科学来验证。可是命理学没有。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人势必会碰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今天看医生看不好了，刚好呢，我在这个饭店吃饭，你就在坐我隔壁桌，你也不认识我，可是这个会传染，有机会。那种卫生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，好啦，你今天出来吃个饭，你也回家感冒了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，找不出原因，老公也感冒了。对于古人来讲，你觉得他会想到为什么？这边中了，我开始不舒服了，你也跟着不舒服了，他也不舒服了。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这是鬼祟。所以中医叫这个风邪，一阵风带着邪气，他没办法解释这个事情，他就说这个是邪祟，这个是鬼，这个是什么不好的东西？你被惩罚了啊！对。好，那他怎么解决这个事情？他就找法师啊，找什么东西来？法师去前会做什么事情？叫你那个在火炉旁边，然后呢，叫你搞一堆事情，会流满身的大汗，然后在旁边恐吓你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你会出汗。
你就好了。对，因为你生病的时候，尤其是就感冒这种要出汗的话，你就会好很多，对，是不是好很多？对，所以你就好了。所以逻辑是这样子原来对，它是有逻辑的。可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被有心的人士操作成骗人的事情？一定有嘛。就是我们常跟学生讲说啊，命理学一定是有逻辑的东西。那我们上课都在跟你谈逻辑，我们在跟你讲为什么，我们会告诉你说风水为什么你床摆这个位置，那你老公不回家，它都是有逻辑的，而不是告诉你神神鬼鬼啊。其实我不理解，是不是媒体的发达导致现在很多这种后期出来的所谓的大师，因为因为好赚钱啊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代价，都是有代价，都有代价的，都有代价。代价，你看我的代价就是我的脾胃不好，还导致我自己的体重下降。对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代价。会，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困惑，我在英国伦敦毕竟做了20多年，我不知道我的这个选择回来马来西亚是不是正确的。然后我曾经一段时间经常怀疑自己，很多时候我会用医学科学的角度去分析，可是这个东西就好像一直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测密一下，我是注定是这一行玄学又好赚钱的行业。你刚刚提到说，你在英国好还是在马来西亚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先界定什么是好，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天分，还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？不是，还是因为我很想赚这个钱？你先理清好坏，什么是对你来讲算好？譬如说，你觉得赚钱很重要，那能够赚到钱对你来讲才是好。那有的人觉得他这事情做起来他很开心，每个好的定义不一样啊。我觉得好，在我定义应该是能够充分的利用到你的一个天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必须自己扪心自问，你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利用到你的天分？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自我怀疑，可是现在因为实在有太多的验证，原来我做这一行比我之前做 IT 更加牛逼啊！就是可能我在 IT 的时候我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，然后要重考，对，就是做了很多思考的这个整理，然后我也不会比我的同事强，因为他们好像都做的就是比我出色。是 OK， 你看你自己已经回答，这就是我们上课的内容。我不会去跟你讲什么要背易经啊，要背古书啊，背什么，因为我们常跟学生说，如果你的生活都过得不好，那去算命干嘛？学命你干嘛？学命要让你生活过得好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逻辑，没有办法去理解你走路对不对，这有什么好学的？你在过程中间其实要先丰富你自己，让你过得很快乐，要不然你只会任人摆布啊。对，然后闲暇之余我们才帮人家算命，所有的问题都要回归到讨论你自己，我这样多我开不开心，我觉得我值不值得，这才是好，而不是别人嘴巴里面你的好。可是就是虽然是这么说，这一行我遇到蛮多的阻挠，就是很多人会可能嫉妒啊，甚至陷害、悲格这种东西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才是他们的阻挠？我有想过，就是很大可能你才是他们觉得的痛苦啊。对。可是为什么英语讲 find me a trap， 就是为什么要觉得我是来针对他们的呢？因为你有讲真的东西啊。对啊，你有讲对的东西啊。对啊，你讲真的东西，讲对。我在台湾被骂翻了啊！我在做对的事情，神明一定保护我。我的马来西亚学生一直跟我谈说啊，这边会有各种什么厉害的东西啊。对，我只问他们一件事情：如果对方的神明这么的厉害，那他干嘛还需要靠攻击我来赚钱？这招太低俗了。对，如果对不对？强者是他这么强，对，他需要干这个事情吗？去到哪里都会发光发耀。是啊，是这样。对，这手段太低俗，这是小流氓的手段啊。对，那他会有多厉害？但差别只在于说，你今天在路上碰到流氓，你比他还要凶悍，他就不会来欺负你。他只会欺负谁？他欺负弱小的那一个。前2年有一部电影，台湾翻译叫做《梵蒂冈驱魔师》。啊，对。那个是外国的，对，这是外国电影。对，那个书的作者他是正式的在梵蒂冈里面做驱魔工作的人。对，驱魔大师，他是有这一个，他是有牌的，有这个职位的啊。电影是2年前上映，可是他的书出得很早。所以很多驱魔的电影呢，是依照它里面的东西所拍的。看那个电影里面呢，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神？当你的心很正的时候，恶魔一定是没有办法靠近你的。对，就很多那种我自己本身做过的个案，
他们都想一劳永逸，什么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时间，对，如果运势不好，就是是遇见邪祟啊什么，对，乱七八糟，再不然给人下法 OK 啦，这样子的情况的确有发生过，因为不是全都是因为你自己想要他们来，他们才能来。对，而且不只是普通人，就是甚至在网络圈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觉醒的人，然后他们是说到有模有样，跟哪个高龄通灵哦。这个我真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观众问我，这样我们麻瓜要怎么确定我接触的导师是正派还是不正派？因为他从表面上看来就很慈悲啊。这个老师，你来跟他上课，你算得出来他赚多少钱啊？算得出来吧？一定可以嘛？上一次课大概上一次课5万嘛，那他一年100个学生，他赚500万嘛？他有没有拿200万去捐给医院？那500万他放口袋里面吗？你的人生那么痛苦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告诉你说，哎，没关系，这个老师先借你100万，有没有？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不是讲在嘴巴上面的嘛？他有没有真的为你付出嘛？如果没有，他的爱是假的。那他的爱是假的，你能够相信他有多高龄？假的嘛。所以大部分人在连接什么？就是连接什么？连接恶魔啊！我这么得空的吗？恶魔这么得空？幻想，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幻想。没，幻想的话，他可能是精神疾病嘛，对，也有可能的，对，当然有可能，但是更多的时候啊，更多的时候，你讲的是对的，恶魔这么有空吗？是，所以很多人连恶魔都没有连接到，是，他就纯粹骗你，纯骗，真的？当然啊，纯骗，哇，好劲爆哦！对，就自导自演吧。是啊，就自导自演啊。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身心灵圈啊，身心灵比较好赚钱啊。那发生在直销啊，发生在吸金啊，发生在告诉你说，那个来，我教你上我的课，你投资你可以赚大钱。这个人如果这么厉害，他干嘛不好好自己赚钱就好了？开课多累啊！我赞成开课很累。对嘛，开课这么累，那开课这么累，他这么会赚钱，他干嘛还要教你啊？到底有没有道理啊？没有道理啊！那你当然不可否认说会有一些是鬼啊什么的，这当然也是有。道藏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佛经也讲得很清楚，包含全世界各宗教都讲得很清楚。真正的大神，真正的菩萨，他是不会附身在你身上的，这是写在道经上面的事情。哇，你好敢讲啊！我又不敢出声不，这道经讲的又不是我讲的。他讲啊，各位，不是我。这大藏经讲的啊，这道藏经讲的又不是我讲的，他清楚写在经典上面嘛。听到了吗？这个是有记载的。对，这清楚写在经典上面的。今天谁告诉你说我是哪个法脉哪个教派，然后哪个神，然后我附身在身上跟你讲的，那你就问他一句话嘛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说你是道教的，那为什么道经上面讲了说正神是不附身的？你说你是观世音菩萨，那为什么佛经里面讲说这佛教根本不谈这个事情啊？基督教就不用说了，他们完全不能，他们完全反对，对不对？那来的到底是谁？我们在台湾会做一件事情，关公附体，我们就会问他，你可以问他说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个你爸叫什么名字啊？不，你不是关公吗？对，因为关公之前就是人类啊。对啊，那你要讲一下，你说你是关公附体的，那你要讲一下你爸叫什么名字啊？真的？不是，你有爸爸嘛？那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你爸叫什么名字，不然你讲一下，你爸叫什么名字？你解释一下。这马来西亚也有嘛？对啊，乩童附身。对啊，你解释一下嘛。我们先讨论一下，历史学家很想要知道你爸叫什么名字。就是每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理念我发觉我回来亚洲才有这个理念，就是如果我今天进去一个庙宇哪里都好所谓的神明在讲这话，如果他讲错了，我也不敢指着他脸说，你讲错了，是根本没有这个事情，没错。反而当时我这种通灵师，他们会直接讲。我需要测试看你通灵的那个灵是不是我的家属我先测试你，对，就是我们全名叫什么家里有多少个兄弟姐妹？我在想你去庙的时候问米那些，他们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测试我一个凡人呢？但你下次换一招，你就说观世音菩萨，你爸爸，你过世的爸爸托了观世音菩萨跟我讲这句话，他就再也不敢问。对，我发觉
就还有一些酸民直接指责，为什么我要给你任何的钱？我去庙那个捐钱也是几十块钱，我说大哥，你去庙一整年，你可能去10次，然后你每一次捐几十块，你给我的钱都已经够花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为什么这些神明不需要吃饭，他们还需要你的钱去救济？然后我一个凡人需要吃饭，你觉得我应该就免费给你这个不，你下次问他嘛，那你看医生要不要给钱？我真的觉得好奇怪，那你神明不用吃饭了，为什么你又要给他捐钱？因为他需要有一个端庄的什么体相，这样我是人我也要吃饭啊。这种我都会问他说，那你看医生要不要钱？反正回到来我这里是学习了不少什么正法、邪法一大堆的，不同种族的，实在超多。我们每年在台湾呢，我们会办所谓的年会，就是让我们全世界，我们全世界有快2万个学生，大家可以回娘家。然后我每年都会预测，像去年这个是我公开那个脸书上面有写的，我们去年预测到教宗的过世啦，然后战争啦。然后这个美国关税的问题啦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帮助人的。对啊，你看懂那个，我们台湾很多学生因为预测关税的事情赚了很多钱，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嘛。你去求神明改什么运？你要知道美国接下来要干嘛，你会知道买哪一只股票，这是扎扎实实的事。对，这个是有数据库来对，这才是真正帮你改运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每年在做这些预测，这次呢，我们在17、18号呢，我们特别办了在马来西亚，因为有很多学生他没有办法去台湾，那我们场地也有限，所以我们这次办了在马来西亚，而且我们还特别马来西亚讲的还跟台湾讲的不一样。是，什么不一样？对，台湾接下来要2026年要选举嘛，他会在乎说到底是国民党上、民进党上，我们在台湾会讲，那马来西亚就不会去听这个东西，就不会听这个东西啊。对，你台湾人到底谁当总统，跟马来西亚没什么关系。我先问吧，就是马来西亚最在意的2件事，要么就是今年能赚多少车对，策马什么。那个赤马红羊，对，就代表OK 来。就是你们要去上课的，要去投资的，对，就是要赚钱的，真的要去。就是我们讲的更实际一点。对，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版本还不一样，还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台湾的学员问说，那我们可不可以买马来西亚的版本？就是你们大概会做一个经济全世界对，这个是预测，全世界经济的预测。对，这个是一般很少有老师敢这样公开预测的。我就是公开预测给你看啊，我就检验让你检验啊。对啊，因为讲错了，你有这个数据去讲，老师对，为什么你讲的都没有中？对，而且是有痕迹的。对，而且我不会跟你讲说我可能明年会有什么对你明星动，我不会讲这个。我们讲的都是明年教宗会过世。我们讲的都是这种东西明年台股到哪一点它就会跌了，我们讲的都是这个东西。那我们也会很清楚告诉你说怎么分析出来的，怎么做到的。对，我不会去跟你讲说这是神明告诉你的，观世音菩萨跟我讲的，我不会去跟你讲这个事。对，你像我这次来安排了很多人，他们跟我讲说你的这个风格跟路线，我说那这很好啊，因为我也是这样，对吧？而且我可能骂比你更凶。你有这个资格，因为我怎样都算是从国外回来的小白，就是没有，你在这个行业也做了几10年了吧？没有，我在行业才10年而已。10年？去年第10年的样子，还是今年第10年？才10年，而且呢，我在只有4个学生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子了。就你从10年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，对啊。我在没有学生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子啦。但我为什么这样做？很多人都会去跟我讲说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，会得罪人啊，怎么样啊？可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。人是需要每一个人都会希望知道真理。当你讲真话的时候，一定会被看见。就是可能他在那一段时间听不进去，过一段时间他可能福报够大了，然后他会听进去。如果是他突然就是有这个慧根了，我讲的，他们就突然听进去。是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。只要你讲的东西能够帮助到人，对，就一定有用。你一定会被看见。我为什么要为了赚钱，然后去讲假话？我不要啊。其实不单只是台湾，可能在马来西亚都流行那种跟外星人高龄，他们所谓的高龄，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高龄是什么意思。这几年特别多，对，特别多。我很混乱。我在国外是叫来 higher self，higher self 是对，自己高我，对自己的高我，不是讲什么灵，对。再不然，我常跟人家举个例子哈，所谓的高龄就比你高等嘛，对不对？比你高等嘛。好，那。请问一下，
你会不会去跟一只蚂蚁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老婆快外遇了？你会吗？不会啊，当然。蚂蚁太低的，我们再高一点。对，去跟你们家的狗讲，喂，你跟隔壁那只母狗，如果再这样的话，她老公要咬你，你会去跟狗讲这个事情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高龄干嘛要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呢？我们对他来讲跟狗一样啊。对，我们算是低龄啊，对嘛？那如果他这是高龄，你都不跟狗讲了，那高龄为什么要跟你讲？当然，全世界也有一些，所以他一定是骗钱的嘛。可是有模有样，很难，连我自己都分辨不出来。骗钱一定要有模有样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那个渣男，他不装出一副很爱你的样子，你会让他骗吗？对，是不是？就是非常有目的性。对，之前有出过一些预言家，在国外，Baba Yaga这个对老太婆，就是她讲的东西，虽然100个里面她可能不是全部都中，但是有80%是。你回看30年前他讲的东西，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。是，其实我们在台湾每年做这样的预测。对，每年吗？每年哦。像我在台湾会被攻击什么？他们会觉得说，因为台湾是一个会有政治问题的国家，所以当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会受到攻击。可是我都会跟他们讲，真正的顶尖预言师就会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如果不知道说政治的动向，我怎么知道说美股可不可以买，日股可不可以买？对啊，是不是？这是绑在一起的东西啊！我如果不知道说现在中东的局势，我怎么会知道说同样的这个赤马红羊，那个可能要战争，另外地方可能是经济要起来，不一样。所以真正顶尖的老师都在看这些事情，不会去看那个很低阶的事情，所以不会去告诉你说那个有个高龄跟我讲你怎么样，你家的狗生病了，对，要生娃了，对，不会去讲这个事情。他这么高等，怎么可能去管这种事呢？对不对？你们家蚂蚁爬过去，你就跟他讲说，不要再爬喽，再爬等一下有蟑螂要咬你。其实我觉得八字紫微这种非常靠谱，只是外面有很多的人，或者是所谓的师傅，他们可能把它弄得很神秘玄幻。不单只是这样，就是把这个名字弄臭了吧？会有。如果今天你跟客人讲了说这是观世音菩萨跟你讲的，他就不会怀疑你啊，就比较值钱啊。我学到了，因为我一直学不会这个东西，我会一直否定，这不是什么讲的，是我讲的。我认为，其实命理圈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推广，我们要让大家来上课？很多人都问我说，可是我没有想要当命理师啊，那我学这个要干嘛？就给自己就好，给自己就好了，了解自己。对啊，难道我学做菜是为了开餐厅吗？对啊，学出来就要抓住男人的胃，就可以抓住他的心。而且有很多人年底就说，老师，我明年该不该换工作？我该不该？你干嘛要去听别人的？对，你干嘛要去听别人的？好像一直答不出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总觉得 ，OK， 你的整个性格是这样子，是，就是代表你适合不适合做买卖，对，比较内向还是怎样？可是我觉得到最终，你还是要问你自己，我的强项到。所以为什么神棍会存在？为什么它可以骗钱嘛？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的确，他来问你，到时候错了，他妈的，就是那个烂老师。那很多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骗钱嘛，钱缴的够多，就是业报太重。对，对，钱缴的够多，我下次帮你做法会。对，的确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的业障太重了，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法会来帮你清理。可是清理了5年过后，怎么还业障那么重呢？是啊，因为缴的不够多啊。我曾经真的是在马来西亚听说过，我不知道某某佛堂，就这是一个尼姑，听说是一个蛮出名的尼姑。对，然后他是讲，我帮你消除业障，一个人50万马币。50万马币哦，6个人就300万马币。对，你知道我听过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个女生她也是去，然后她就一直想要可能怀孕，但是没有，然后她讲因为你之前流过胎，然后她讲我没有啊，你婆婆，要不然你妈妈，要不然你姐姐，就是你家里面，你家里面对，一定会有一个中，一定中一个啊。对啊，中了之后他就讲好，你老公的前女友，反正就是你家一定有，然后就开始要帮你做法事。我碰到一个，他跟我讲，他说老师，我后面有跟我讲说，我后面跟了9个鬼，9个，他们是
一个零来算，对抓一个就几千，对，他说我后面有9个，所以他就收10万。我说的是新币，新币，哇，牛逼！新币，我第一次听新币收10万，10万，对，他说你后面有9个鬼，然后那个女生就回去就很恐怖，就很怕，做什么都很怕，就开始疑神疑鬼了。原本没有，都已经给他制造这个恐惧。对，而且很多 PUA 大师，所谓你今天来我这里，然后你离开我了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我要帮你重启。对，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恐吓手段。是啊。然后之后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会赖这后面9个鬼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，他们的精神非常匮乏，他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去讲，你就是罪孽深重，你就是应该受这么多苦。我觉得也有这种人，有，他们宁愿去花钱，就是被人骂，自己罪孽深重。我今年减肥减了26公斤。哇，好多啊！我减了3公斤都已经瘦成这样。我本来100多公斤，所以26公斤基数大。对，我常跟他举这个例子，就是为什么减肥药伤身体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减肥药永远有市场？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少吃多运动，就是立刻见效。对，然后你不想要那么痛苦啊，那个不能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累死了，我怎么不躺着就好了呢？大家都想要躺着，当然不想为他的人生努力。所以你想要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，而当你交给别人的时候，轻则小骗钱，重则你是把你的灵魂交出去，都是这个样子啊。可是实际上，你来这个人生，你就是要来接受这个人生的功课挑战，你才能够越来越好。这本来就是我们来这边的原因嘛。结果你现在想要把，就你书不好好念，然后找枪手，你迟早要出事。没办法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挺混乱的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。就是光的一面，只是一定力不从心吧。不会，就是所以我们可以多联络嘛，对不对？你在马来西亚骂，我在台湾骂，我们也可以联手开直播一起骂。可以耶，真的是。对。就以前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一个人骂没有什么效应，其实还是有。我马来西亚学生以前跟我反映，然后到这1-2年，我们认真的考虑要进来马来西亚这边落地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了更多那个，我才很讶异的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东南亚的人啊，很害怕有各式各样什么被借运啦，被下降头啦，各式各样。然后我上次来的时候呢，碰到一个你们这边算有名的人，他问我说：“老师，那台湾有没有这些东西？”我理论上来讲，有人要靠近，或有人要对你做很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好的方法会直接把它打掉。理论上来讲，我懂得防，我就懂得攻击。所以我们一定会，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呢，我上个月我就问了我一个前辈，东南亚好流行这个哦，他怎么跟我说你知道吗？他说那老师我们也会啊，我说可是我没看到台湾有人这样用啊，实际上我所谓的没有这样用，不是真的没有，是少数，很少数，没有这么流行，就很少数。他跟我讲了很好玩的事情，他说因为生意不好啊，就是今天有个台湾人要来跟老师求财，然后呢，这个老师跟他讲说，来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把你老板的运过给你，下个月你就会赚钱了。另外一个老师告诉你说，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做风水布局，你大概1年后，你的事业就会起来了。你觉得台湾人会选谁？台湾会选那个1年的，他不会选那个1个月的。这里不是的，对，这会选那个1个月的，1个月可以再快一点吗？对，我等不了，还要再快一点，对，还要再马上会想，你有什么更快的？就是这个星期我很需要，对，马上。然后那个前辈就跟我讲说，因为没有生意啊，那2个老师大家都选那个1年的，那个1个月的没有生意，那你觉得他要怎么办？活不下去了，他活不下去，没有这个需求，没有这个需求，市场需求没有，他就转去做那个1个月的嘛。所以不是我们不会，而是这个方法没有人要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对，我们刚刚就讲到，台湾是一个全世界捐善款最多的国家。中国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我们捐的钱比他们自己中国国内捐给汶川的钱还要多。那台湾这么小一点点的国家捐这么大一笔钱，那个是整个社会氛围喜欢做这件事情，他就不觉得说，那我为了我要赚钱，我要害你，这个我们不太能够接受，所以没有市场了，没有市场，所以那个会这个技术的人就慢慢的就被淘汰掉了。台湾因为有早期的很多的前辈，他们传达这样善的观念，因为他们会告诉你说，你要赚钱，时间长点没有关系，可是你不会有后面不会有报应啊。你做那个月后面有报应啊，很多前辈在讲这个事情，
那慢慢它就形成一个氛围出来。你多讲，未来马来西亚我们也需要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也需要啊，对啊，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都知道。新加坡以前的马来人也是算是同一个，对，就这一块都很需要，都很需要，因为这会有福报啊。的确，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国外做了蛮久，他们也有很多邪教的那种门戏拍戏，对。可是大部分的时候，他会知道哦，你要进的是邪教，对，或者是他就讲哦，你要钱是吗？哎，没事，你就在这里签个什么，就是像那种什么好莱坞啊，就是那种很多明星歌手。我第一次回到来，在马来西亚听到，哎，我是运被偷，我会想运怎么被偷呢？是不是有这种法门的？当然有当然有各大世界的顶级宗教，正式的道教，然后那个佛教啦、基督教啦、天主教啦、回教啦，他们都反对这个事情啊。觉得宗教一定是要让你的人生越来越好嘛，所以他教你让你的人生越来越好，所以他一定不会去用一些害人的方法。技术上一定有，可是宗教会影响，告诉你说你不能做这些事情。听到马粉丝朋友们，你们非常幸运的，这一个1月17号，还有18号，就是2天，你选一天过来 KLCC 的这一个所谓的 Armani Horsens Sales Gallery 的这个地方去上他的这个课程，也不是说上课啦，就是来听讲座，听我们怎么分享，好的分享会吧，好的这样子的观念，然后来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明年呢那个帮助你，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赤火红羊嘛，听起来好像很动乱的事情，反而是赚大钱的机会。还有就是你们记得是要去我的这个下面的 link， 然后去拿你们的 promo code， 你们在当天的分享会里面将会拿到小礼物哦，对吧？我介绍一下这个礼物，就是我们在台湾主要就是教课，对。那这次参加的人呢，我还是要换算那个5000台币是大概700马币，700马币，对，你会拿到课程的折扣券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因为是你的粉丝。或者是你的支持者呢，如果来参加这个 KLCC 的这个我们的分享会呢，他们拿到的门票价钱就已经比较低了，然后你还会再拿到这个课程的这个折价券，以后上安燕老师的课或者我的课呢都可以打折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以后也是可以。对，以后可以打折。我们送了很大的礼过来。是，谢谢。对你等于是花了200多的马币换到了700多马币的折扣回来，不止，我们现场还有免费对，然后现场还有我们派来的老师免费帮大家算命。是免费的哦，但这些老师他们自己在台湾或者在马来西亚这边算一次，大概都是台币4000块左右。赶紧报名，我也要参与了。是，而且那一天我们是从早上10点一直到7点钟，不间断的分享不同的内容，教你过年要到了，大家要整理家里，教你怎么布置家里的风水，对，然后还有道法，就会教你怎么保护你自己。是，而且我们的方法很直接，我们方法很直接，没有那么玄幻的东西。对，方法很直接，很简单。对，不用花很多钱去买什么棺材啊，不用，那个没有，我们没有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。我知道睡棺材这个。对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想，通灵开始了吗？你在通灵，他们都是要有一点就是仪式感，他要的吗？然后一开始过后，他们讲，好，你通灵了吗？怎么我什么都没看到？我讲，好，要给什么看哦？你要那个一下。对，那是消费者的心态。你下次要拿那个香啊，台湾通灵要拿香啊？真的吗？对，台湾通灵用香这样。每个不一样。机身啊，不然你上 Google， 你上那个 YT 看就有那种机身，他会拿那个香这样点，然后这样。难怪我看现在很多他们网红都是会拿一个 Eagle 的羽毛在那边什么点花，然后自己又披一个什么对就是那种泰国服啊，然后这种师傅又要穿师傅。你有没有觉得那些灵有点低阶？不好意思啊，真的是有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要做这么多，如果就那灵如果那么厉害，应该像打手机一样，喂，对，不是啊，他那是飞鸽传书，很低阶。就是我会觉得，如果真一个气场蛮大的师傅，是啊，你坐下来的时候，其实还没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开始收到信息，然后你要加持什么，你用意念就可以做到，是吧？对，这样才正确啊！不然他有多高级，他自己都不能够相信这是真的，所以他要别人演给他看，就好像我不相信这个男的会不会真的爱我，所以我要看他下跪，我要看他哭，我要看他做很多事情，有没有？
哦，对，真的帮我是洗，帮你洗脚。很多时候，对啊，渣男不一定是长得帅或者是高大身材，就他们有就是那种很多动作出来，对，是啊，你才要相信啊。每天帮你送早餐，对啊，那种小小的恩惠，但是换来的就是你知道吗？就紫微斗数的角度来讲啊，渣男啊，跟神棍是同一张牌。真的吗？真的在命盘里面有。真的。然后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神棍做的事情跟渣男做的事情是同类型的事情，都在骗感情啊，对，都要你给钱啊，的确是，都在用一套话术去勾引你啊，而且不是只对你，他对很多人，女生或者是男生都会做同样的事情。是啊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对，他从来其他你不缺鱼就对了。是，都是这样子啊。他就撒网啊，他在撒网啊，撒网。对啊，神棍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哎，难怪就是我觉得我挺难做的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因为你不是渣女啊。每个人都很质疑哈什么，就你说是就是吗？我说好还要做什么？原来还要穿上什么大师服，最好就全部人穿白色上我的课程。对。再不然就是拿各种法器出来。其实我也有。对。因为我本身学的法门就是马来的这个巫术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好麻烦啊！就这种法器，我们真的要用到的时候才会用。是啊。就一般你用意念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。是啊。原来，对，我们做风水布局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子啊，对，不会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的。对，我们做风水布局，你走进那个房子里面，你会离不开，可是你完全看不到你印象中那些风水的东西。对，不会有什么八卦啦，不会有什么，你是完全看不到。对，不会这边挂什么这个那个铃啊，什么东西不会，铃铛啊，什么响啊，你们没有这种。不会，不需要。但是对啊，所以我们会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。对。然后当大家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，就不会被骗。对。那不会被骗，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会觉得说你在做这事情，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嘛，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开不开心，有没有意义？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让更多人知道不会被骗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很有意义啊。我们开业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被骗了。那个难过的样子，他可能一生的财富一瞬间化为乌有，他要带着小孩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会想要帮他，可是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那如果说大家都知道，那我们就可以帮很多人。就是甚至我遇到的一些客户是有之前爸爸生病了，然后他们已经没这个钱，他们去银行贷款啊，各种贷款，然后到最后爸爸还是走了，然后再不然就是原本生意都差不多，结果到最后还是就是破产，成为最后。对，很多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骂，甚至我遭到整个算是网红界的悲歌的时候，就是，所以我刚才就问你，我适合回来东南亚这里发展？适合啊，很棒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不想再继续做了，我毕竟就是一个专业人士。当然，对啊，我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，就是。可是我刚刚就很开心啊，你的事情做得很开心就适合你，不是水土的问题。可是我总觉得我好像都遇到就是可能一些阻挠，一定是你做对的事情，这样才阻碍你。所以我要坚持下去。当然，对啊，我在台湾被人家骂翻了。你以为我这种言论不会被骂吗？我到底一定会被骂。对，台湾特别多庙宫庙那些。其实这个事情是我这次来的时候，我跟妹子在聊这个东西我就说，那你这样子讲，你不会得罪到人吗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会得罪到谁？我得罪到的一定是比我低阶的人。好敢讲是不是？你比我低阶啊？对啊。这很现实的事情嘛，你来骂我，你来骂我就蹭流量而已啊。那不然你干嘛来骂我呢？那你要为什么要蹭我的流量？一定你流量不如我，你才蹭我的流量嘛。那不然你来干嘛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，比我高阶的，或者是我也不敢讲说我是台湾第1名的命理师。那比我厉害的人，拜托比我厉害。你知道台湾命理圈的行情啊？顶尖命理师1年的收入多少钱？给你猜。非常高吧，1000万吧，不止，上亿啊，上亿，而且是马币哦。哇，好高哦！难道你说这一行很好赚？这些人他哪有空来蹭我的流量？他忙死了。就是人家可能1年看10个客户都已经够赚。对他，为什么我还要花这个时间？他干嘛去跟你搞这些事情？所以
我们上课常跟学员讲一个概念，就是我教你的东西一定用逻辑判断。这些会来骂你的人，也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不如你，否则他干嘛骂你？对啊，甚至会在对不对？通灵的、所以我刚才讲嘛，你才是人家痛苦的点啊。哎，可是我就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人的心情？我因为是小白从国外回来，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连中文都讲不好，我观众陪了我这么多年，对，你问他们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一天到晚讲的那种中文，就是非常的 broken Mandarin，现在已经算是蛮不错了。我其实想说了，就是比如说通灵也是有根据了，比如说他们说你的祖上有问题，然后有什么问题，你要跟他解释说，哎，你的上一代是不是有 A、B、C？然后是可以有一个 track record， 就是有一个依据。是，就是然后接下来你们遇到的这一代有什么问题，就大概你解释一些东西。是啊，是。再不然就是说，就是你被碰到了，我会告诉你，哎，你什么时候碰到了这个灵，然后这个灵的需求是什么？很多时候他们是通灵过后就讲啊，你碰到了灵，然后这个灵的需求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会觉得好像毫无根据。如果你今天是有根据的时候，你会告诉他那个源头在哪里，然后你要解决的是什么。没错，是这样的吗？对，是，这是我个人应该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紫微斗数命理也是这样子。命理上，我们可以从斗数盘看你前世啊。对。可以的吗？可以，可是它是有逻辑的，就它一定所有的东西一定是有我们常被人家问到说，这是因为这是玄学，所以它无法解释。不对，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解释的，没有办法解释的不是玄学，是假的知识，你在骗人，所以你没办法解释。你知道吗？明白。对，你老公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说为什么他昨天晚上不回家，那他一定是骗你的。对，所有的事情一定都可以解释。哎，这个倒勾起我的兴趣。要是紫微可以看得出前世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算出我前世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东西？其实通常都是。通常都是。通常都是。渣男跟神棍是同一种人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我们也可以当渣男。我其实也可以当神棍哦，但是我选择了不做的那种人，这就是改运。你每一世，上天给了你这些条件、资质、环境，那你选择做什么人，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。所以还是可以改你的运势。当然啦，回过头来讲那个渣男，你可以骗人家的感情，你可以利用这些女人，那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是不是可以把这段感情维持得很好，把你的这些桃花用在帮助别人身上，那你的人生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？我明白了，这就是老天会给你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可是你怎么用？我给你一把刀，你是拿去杀人是一种，你拿去保护人也是一种，那你怎么用？这才是命理真正要学的东西。了解，就是你学习，你会了解，对，你会知道你要怎么改变自己。而不是去听别人怎么改变自己。对，你的路应该你自己去走。对，我常跟你们说的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啊，干到底。是没错，是啊，对，是啊。听到了吗，各位？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本知识，然后我们先从这个讲座会1月17日，对，大家可以先来了解看看。对，我觉得你们自己本身应该去认识大根老师，还有阿年导师，对，这样你们就能够接触真正的命理学，而不是你们在外面说的什么连接外星人啊，连接这个神明那个神明，哎呀，其实都不重要。我觉得你连接到的话，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？你是变好呢，还是变得更迷惑呢，更乱呢？这个由你自己决定的，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去来这一个分享会，然后他们的课程也可以在你们的官方网站去找到。对我们的聊的内容有兴趣的，可以搜寻国际紫微学会，那是我们在脸书上面有我们官方的脸书。然后对我讲的东西有兴趣的，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大根大小的大，耕作的耕。然后也可以搜寻国际紫微学会，会有我大概上面已经有上千支的影片了。你也可以搜寻那个喜安堂，对，喜安堂，对 Facebook、Instagram 都有，对，好，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内容。然后我要这边讲一点，就是说喜安堂这边负责专门为新马专属打造新马的课程。对，台湾当然我们有很多来台湾上更复杂的、更深奥的课程。对，那如果说你只想要了解看看，想要马上可以使用，那可以
上马来这边的课程，这这样子。样希望你每个月都会来马来西亚喽。对，我希望我如果以后这边学生很多，我就每个月来。怎么样才算多呢？我有准备要在这边买房子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想要在那边。对你来讲不是困难吧？买房子不是困难的，但是虽然有学生啊，但我大部分生活虽然我要慢慢这边有比较多的人，我就会慢慢过来啊。可以先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年会到时候会讲很重要一件事情。未来20年，东南亚会是很好的发展，而马来西亚是发展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国家。我觉得英国已经对倒退，就是他们已经不单单是英国，不单单是英国，整个欧洲吧，整个欧洲，接下来呢，整个地球都在走南运，南方的运，火运在南，所以东南亚。这包括中国吗？中国的东南方。哦，就是广州，对，广州、深圳，对，火运的部分呢，有很大一个点呢，也是这1-2年大家应该就有注意到，就是 AI 的部分，是对 AI 迟早会大量取代掉命理师，那我们呢，应该是少数开始进入 AI 这个世界的命理师或命理的团体啊，就是你们我们有开发自己的 AI 的一个所谓的程序，对，啊，这么前进啊，对，所以呢，这边也要跟大家讲，就是那个我们这次来呢，也带来了这个，我们刚刚已经有3个礼物了，对不对？这第4个礼物就是啊，我们有带来了AI 一个测算的一个小程序，对，大家可以免费使用。我们现在在开发网页版，那因为台湾每个人都用 LINE， 所以我们为了大家方便，我们这个东西放在 LINE 上面。那马来西亚这边呢，在我们网页版没有出来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去下载 LINE， 你就把它当成 App 来下载一个 LINE， 然后呢，去搜寻这个，我们会把链接贴在下面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我们在台湾已经收钱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呢送给大家3个月的免费，对，然后你就在上面直接问问题哦，问无限量的问题哦，直接问问题哦，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哦，要问那个很细的问题，就不要去问那种什么我明年财运怎么样，这太弱了，要问那个。我男朋友最近都不回家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是我明天要去谈单身，我应该做东南西北方啊，可以，我谈这个生意能不能成功？对，要注意什么事情？可以直接这样子问。我非常鼓励就是 AI， 大家知道我的 background 是 IT， 对，所以我对于什么这种科技的东西超喜欢。对，哇，我没有想到这么前卫哦。对啊，等下你可以试试看。当然了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们等下会给你那个。对，就这个要求还蛮高。这个是我们常说的啊，你要人家尊重你，跟你要人家相信你的学历，那你要证明出来说你是跟得上时代的。对啊，就时代都在更换。我觉得我们自己马来巫术的这一边，我们之前有很多那种古老法，我们现在不用了，就是根本命理圈也是这样子啊，命理圈也是这样子，他们会把很传统、很古老的那种讲法去讲给你听，什么女人就是克夫，有些命盘会讲的这种。我这种这么面相是不是？就一看就属老虎的会死老公之类的，面相颧骨高就克夫，12个女人要死1个这样。但是像我这种肯定是克夫，然后一点都不忘夫，跟什么？但是这也代表说你的能力好，因为古代能力好的女人就是克夫的。哦，对，所以她比老公还强。对啊，对，但是这个就是你要拿到现代，但是就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逻辑去思考的话，他会觉得就是会害了这个人，或者是会害了这个人。对，我们都跟客人说啊，克夫，那你就问你婆婆，你的儿子是不是太弱了？我也想讲一句，是真的，我不大相信。我现在已经 AI 时代了，像你说的，就是我们科学还有，虽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 answer，but at least 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逻辑，要逻辑啦，对，要逻辑啦。好啊，所以那个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年会，然后那个下载 LINE 可以先玩一下，等到我们出网页版，而且网页有英文版哦。所以等我们出网页版就可以用网页了。好，希望我们17、18，对，你要来哦。我一定会去。然后你们记得谁有空就要参与，因为说真的，我自己看了价钱以后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 promo code discount，真的是太划算了，大家一定要来。我把链接发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那一边，然后大家去点进去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2位导师，谢谢，非常的荣幸。
对，而且不只是普通人，就是甚至在网络圈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觉醒的人，然后他们是说到有模有样，跟哪个高龄通灵哦，这个我真的我不知道，因为观众问我，这样我们麻瓜要怎么确定我接触的导师是正派还是不正派？因为他从表面上看来就很慈悲啊。这个老师，你来跟他上课，你算得出来他赚多少钱啊？算得出来吧？一定可以嘛？上一次课大概上一次课5万嘛，那他一年100个学生，他赚500万嘛？他有没有拿200万去捐给医院？那500万他放口袋里面吗？你的人生那么痛苦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告诉你说，哎，没关系，这个老师先借你100万，有没有？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不是讲在嘴巴上面的嘛？他有没有真的为你付出嘛？如果没有，他的爱是假的，那他的爱是假的，你能够相信他有多高龄？假的嘛。